通常新的掌属于新的掌，它大部分在应用的时候，它都是什么？它都是这样的力量，往上的力，都是往上的力，肾是往下的，所以它在武术里面，它的力量就是往下的这种的掌，这种的掌就是属肾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他都不怕那些心力的问题。行啊，行啊。老师，我们的内四掌可以说是，比如说当空朝阳跟就是火跟水，可以说是一个是往上拉，一个是往下拉。那肺的部分是把你中段的部分，就是把这一段中段的部分把它拉开，然后肝的部分是把你中段这部分把它拉开，然后肺的部分是把你左右的部分把它拉开。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。因为它里面的力量，拉开的力量不就是这样走？不是，不要这样想。外四掌你可以这样想，因为什么哈？因为外四掌啊，外四掌你们去看外四掌的走向，比方讲头这样的走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头是什么？头是肩以上是头，肩以上是头。那肩以上这个地方的肌肉走向就是往上的，这边的肌肉走向，从肩膀到这边，这个肌肉走向就是往上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背练后背，背是这样练，背开，胸开背开是这样子的，后面的肌肉走向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它都是依据肌肉的走向。肌肉走向是什么？肌肉走向就是筋的走向。那就是气血的走向，腰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腰是这样子的，腰的走向当然有很多，可是这是一个腰的拧转，腰里面的肌肉走向，这是哪个？这是横的跟往下的，是不是？腹的走向，腹的肌肉走向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它关联的是什么？膀胱经，膀胱经在后面，在背，所以只有它是这个以后呢，它的背是弓，背是成弓，这往前去成弓。所以外四掌的力量的走向跟很明确的跟我们肌肉走向是相合的。内四掌不是，内四掌我刚才讲了嘛，它是根据什么？它是根据你这个脏腑的摆放方式。刚才讲了心跟胃的摆放方式，它是悬吊的嘛，胃也是嘛，胃是下来以后悬吊的嘛，是不是？肾的摆放方式是什么？它是这样子的嘛，它是这样子的嘛。所以它的运动是什么？它的运动是这样子的嘛？它的运动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在练它的时候，我们是让它什么浮或沉，这是沉，这是浮，听不懂？肺的摆放方式是什么？你看胸肌的走向嘛，跟肋骨嘛，肺那么大，是不是这样？它放在那边，它是往两边的。你做深呼吸的时候，你看肺是怎么走的，所以肺我们怎么练它，就是这种往它这边开，这个是肺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肝呢？肝是很大很重，在那边放着嘛。肝要给它的是什么？肝要给它的是空间，因为肝通常那个空间都被压缩住了。跟你们讲，你只要这个一倒，你中央一倒，你看胃被压住了，心被压住了，肝被压住了，肺也塌了。中央一倒，这几个通通倒了，通通塌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通常我们的姿势这个样子，我们的姿势这样子的时候，通常这个肝就从上往下，这个肝的空间被从上往下压住了。所以练肝的时候，我们什么？我们给它空间嘛，上面给它空间，下面沉下去，用拧转的给它空间。所以
内视掌的动作的原则，它不是根据肌肉走向来的，晓得吗？它是根据它的摆放位置来的。所以这8个掌，它为什么用这些姿势？它为什么这样子走？为什么用这些动作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。所以我说他很天才，很天才就是这样子。而他每一个姿势又跟经络有关。它除了影响到这个内外的器官之外，它还是开通经脉。心的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下来到这边，就是打开一节一节的打开心脉。是肝这边，刚才讲膀胱经后面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腰嘛？腰是跟谁对？腰跟肝对嘛？它的内外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它也是牵涉到胆经啊。所以它每一个姿势对内是对应了每一个脏腑、每一个器官，它在我们身体的构建的那个方式，根据这个来运动它，然后它又跟影响它的那个气的经脉有关系，它把那个经脉打开，然后又跟什么有关系？又跟武术的力有关系。就是阳的力是往上的，这个力量是往上的，所以在练这个的时候，通常新的掌属于新的掌，它大部分在应用的时候，它都是什么？它都是这样的力量，往上的力，都是往上的力，肾是往下的，所以它在武术里面，它的力量就是往下的这种的掌就是属肾的。听不懂？肝在中央，它是由阴阳，它的力量就是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肺的力量就是这个，所以它每一个掌，它不但对内对应了我们脏腑的关联、经脉的关联，还对应到什么？武术的力量的方向，多困难！所以当你们了解到这个以后，你会发现到多困难，这个东西能够挑出8个姿势来分别代表这个有多难。所以它不是现在外面练八卦的说八木掌又是这个那个，不是啊，它不是那个东西嘛，因为你那个东西跟八卦对应不上，跟八卦对应的上，它是离，它是坎，是不是？啊，它跟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都对应的上嘛，跟每一个卦的特性对应的上，跟五行对应的上，跟四象对应的上，跟两仪对应的上，这才是八卦拳嘛。听不懂？老师，你刚刚说外四掌就是相关呢，就是肌肉跟筋嘛。那为什么我们就是练八卦是从内四掌开始？因为就听起来外四掌是比较好摆对，所以晚一点练啊。然后内四比较重要嘛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脏啊。哦。脏为主啊，就是储存能量。储存能量为主。所以外四掌我没有讲到那个能量。外四掌没有，外四掌脏跟腑之间是脏为主，脏为主，听不懂？你的能量先要储存嘛，你先要有能量嘛，有能量你才可以去管它怎么走嘛，就是引导的。对，啊，听不懂？这有听懂吗？所以你们看我那个书，可能也不见得能懂。
我画的表，我画的图，那个你们也不见得能懂。跟你们讲这样子再练，你们就知道，起码有一点概念。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宝，这个东西目前我了解的，我不晓得你们了解有没有到。目前的医学界、生理界、运动界、健康界、养生界没有这个东西的，连这个观念都没有。所以筋跟膜是干什么用的？在八卦拳里面，筋跟膜是干什么用的？你建立起筋跟膜是干嘛的？除了打斗产生力量以外，重要的就是产生这个关联啊。筋跟膜就是刚才讲的轮子，这个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听不懂？那为什么基本功里面要练这些东西？它都是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，你必须具备这个条件，你才能产生这个，你才能做出这个关联性。这样有听懂吗？老师，这8个动作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当成单一个动作，把它给连续，而是要用手掌的方式来去练？是因为强度不够吗？对，强度不够。肘掌是什么？肘掌这2条腿是干嘛的？为什么提？它是火啊，它从下面生火啊。因为你一般，比方讲，我用站桩的，我这样子站，是不是？你可以达到一些导引，你做对了，可以达到导引。可是你那边，你的这个地方是往下走的，你的腿这边能量往下走的，它没有火上来啊。所以所有的走，你都必须腿为什么这样走？原因之一就是什么？它产生的火快啊。它可以产生火，它是往上的，它必须这个产生火。当我有这个姿势了以后，就好像你们现在没有蒸馒头了，蒸馒头或什么底下一盆水，是不是？上面一个有洞的盖，然后上面放包子啊、馒头嘛。那个你底下生火嘛，底下生火大了，产生热气上来，透过那个孔洞去蒸那个包子跟馒头嘛，这一样啊。孔洞是什么？孔洞就是通路，是不是？我们走这个是什么？走这个是产生火，火里面产生热能。当我要影响这个通路的时候，那个热能才起来循我这个路啊，到那个要练的地方去。否则你要练它，你拿什么练它？是不是？你把它贯穿起来，你连接到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你没有东西嘛，你没有东西去滋养它嘛，听不懂？所以那个腿的部分，我们在单换掌的时候就要把它练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走到双换掌，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去管它了，它自然你会了，它就自然产生热了。师傅，我可以问何谓检视自己练好的定义啊？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练好？你从那个布里面产生热，就是自己走一走，胃有没有暖，就会觉得有没有暖嘛？当然有很多啦，就是你的力量有没有上来啦。我们走这个掌不是谈到很多的要领吗？很多的要求吗？那些要求都是为这个。如果走掌乱晃，起落乱晃，第一个你产生的热，它不集中嘛，你乱动它就散掉了嘛，听不懂？所以你稳定，你的动作稳定，你有一个抽拔力，产生的火它就往上，它就慢慢集中起来，它往上走嘛，往上走的过程当中，它一定到哪边？一定到小腹嘛，一定到中，是不是？它还是要从中走啊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，如果下面的火越旺，才有可能，比如说，
丹凤朝阳才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子贯穿，可以这样讲。本来就是啊，那不然如果做不对，其实也烧不上来。不然你贯穿起来的，你高速公路开了，你没有车子跑啊，听不懂？所以一个是通路嘛，一个是通路嘛，知识产生通路，内外的通路跟他们相邻的通路，然后我们的动作要产生什么？要产生热，产生能量。那个通路建立起来是要给能量跑的，听不懂？所以修道才说，你如果底下的没有聚集起来能量，你去打坐，你去乱讲，我说督脉大周天、小周天怎么样？你那是空转如车嘛，就你的水车在那边一直转，没有水啊。听不懂？所以现在很多人修炼，我们一看身体就知道嘛，你的身体太弱，你跟我讲你已经大小周天了，你已经任督脉通了，你已经气怎么走，不要骗人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能量。跟你这蒸馒头，我跟你说，我馒头已经蒸了1个礼拜了，那你底下没有火啊，听不懂？所以一个是能量，一个是通路。你能量起来了，你没有通路，这个能量它乱跑，你不能有效的使用它。你的通路有了以后，你没有能量，没有用，它是空的，听不懂？所以必须这2个东西同时具备。你在练的时候必须都有，你这2个东西都有，你才能你在练这个，好了吗？否则只是在做运动。我们也可以教一般的人去练这个啊，也行啊。可是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种伸展而已，晓得吗？他们可以做这些东西，可是那只是一种伸展，达不到这个。所以为什么说要走几百步，一个走几百步？为什么要走几百步？因为那热才够啊。